想喝点什么呀？不喝了，有什么话说。啊，秦月，咱们两个能不能好好的谈一下？好好谈。我们两个人怎么好好谈？是，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啊，你恨我，可是再怎么着，你不能拿你自己的人生当儿戏吧？我怎么拿我自己的人生当儿戏了？你这么草率的跟杨东结婚，难道不是吗？那你呢？你为了钱可以跟另外一个女人在一起，我们相比之下，你是不是很龌龊呀？不是，秦月，你怎么能变成这样呢？我变成什么样子了？你不满意啊？你不满意就对了。好了好了，咱们呀，什么都别说了啊。这是一张100万的现金支票，啊，足够你好好的生活一段时间的了。哎，答应我，别跟杨东结婚。你什么意思呢？你用出卖自己换来的钱去说服杨东不行，用来收买我是吗？哎呀，秦月，我希望你能够冷静的、好好的想一想，你是一个对生活有抱负、有追求的人。啊，杨东是什么呀？杨东就是一个北京的小混混。你说你们俩结婚，你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了。我对我自己负责任呢，那又怎么样？我不是还是被你甩了吗？你跟那个女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你有想过我过得好不好啊？你考虑过我的死活吗？你今天拿这个钱你来收买我，哎呦，我真觉得你这人真的太奇怪了。秦月，结婚是人生大事，你不管我做错了什么，你不能拿我的错误来惩罚你自己吧？所以你想用钱来买回你的愧疚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我是真心的希望你能够好好的生活，你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拿回去。好了，我知道，你今天来的最重要的目的呢，是孩子。那孩子是咱们两个的，那我关心他有错吗？你有资格吗？不是，你非得把我当成敌人啊？你要问问你自己呀。你想过你当时是怎么伤害我、怎么欺骗我的？我告诉你，直到今天呢，你还是一颗自私的心啊！你想夺走孩子呀？你有想过当时那个女孩子被你蹂躏完之后，现在在这做你的生育工具啊？妹妹，我告诉你，你所做的一切呢，一定会付出代价的。我即使不在乎我现在的生活，我都要让你感受一下当时那个女孩子遭受的。所以呢，你目的不会达成的。喂，哎。小姐你好，哎，你好。请问一下你找谁啊？我找魏总，他在吗？魏总不在，要不你有什么事可以告诉我，我可以帮你转告一下。不用了，谢谢啊。小姐，那你们赵总在吗？赵总在。行。哎，你找赵总什么事儿啊？这是你的钱，魏明偷偷塞进我包里的，请你转告他，这钱我看了恶心。我就算一辈子穷死也不可能要他的钱，收回去吧。等等，这钱你可以不要，但这是我和魏明共同的心意。他过去确实伤害了你，他想用这种方式来弥补，他是一片好心，但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把钱送到我这儿来？你想在我和魏明之间制造什么呢？我觉得特别奇怪，你偷了别人东西，说话竟然还那么理直气壮的。你指的是爱情吧？你认为
有谁能偷了你的爱情呢？爱情，你跟魏明之间还配叫爱情？你以为他跟你结婚是因为爱吗？自己说的都自欺欺人了。钱是可以买来爱情的。清月，像这样的话，就请你不要再说了。至于我和魏明怎么样，不是你能评价的。对了，我听魏明说你要结婚了，是和杨东对吧？是又怎么样？杨东给魏明开过车，也做过我的司机，挺好的一个人。祝你幸福。用不着，你还是跟你以前的司机魏明好好的过日子吧。哎，吃饭了吗？吃什么吃？气都气饱了。怎么了？谁又找你了？什么意思啊你啊？什么意思？你看看这什么意思？不是，这怎么跑你手里来了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去啊？你拿着我的钱去贴人家冷屁股，还不落好？你知道吗？今天在办公室，他把这张支票拽在我的桌上。你干嘛呀，魏明？你找贱呐？不是我就想弥补他一下嘛。你弥补，人家领你的情吗？我告诉你，今天在办公室里，你没听见他说的那些话？她一个小黄毛丫头，有什么资格对我说这些话？他怎么做是他自己的事情，我已经尽力了，那我最起码良心上好受一点。那我呢？你光为他想了，那我的感受呢？圆圆，我跟秦月好了这么多年，现在秦月怀着我的孩子，我为了你，我才把人家给抛弃的。我做人总得讲点感情，负点责任吧。我都跟你说过10000遍了，我确实是为了他肚子里的孩子，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。你说，换成你会怎么想啊？你别拿他跟我相提并论，我告诉你，我不会像他那么无聊的。好，不就是钱吗？你放心，这个钱我早晚得还。我为民做事儿有我自己的底线，事情我已经这么做了，想怎么处理，自己看着办吧。